现在人们通过简单的空间位置来区分轨道系统，错误的一概将地下轨道系统称为地铁，地面和高架称为轻轨。地铁、轻轨、单轨、有轨电车有什么区别呢？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铁定型列车，本次列车全列禁烟。首先，不能以轨重来区分轨道系统，即使是轻轨轨重，也达到了国铁的重轨标准。在地下或地面或在高架上，它仅仅是线路的设计方式。各种轨道系统都可使用这3种方式运行。国铁线也有进地下不在地上和高架段的。前面有一期讲了地铁涵盖一词的全部含义，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因国内外对轻轨的定义不同，本期视频将分为国内外2部分来讲解。国外对于轻轨的定义最早来自于美国，1972年提出，用以描述在欧美的新型轨道交通。旧式轻轨是由有轨电车演变而来的，后来出现了轻型化列车和轻便铁路，这是真正字面意义上的轻轨系统。但当代轻轨系统是采用与地铁甚至国铁一样的标准轨道，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以是否可以互通路权来判断是地铁还是轻轨之势。而大多数国家在地面运行可以与其他车辆同时进行混行的被叫做轻轨，但这个模式在大陆被叫做有轨电车。国外有些地区轻轨车除了在地面和高架，还可以运行在国铁线路上，与普通火车并线运行。咱们说回国内，根据国标，轻轨系统是城市中运量轨道运输系统，主要在地面和高架运行，也可采用地下段与地铁互通。划重点啊，主要形态还是在地面拥有独立路权和含有平交道口的半独立路权的模式。我国最早1985年长春筹划轻轨，最初是打算把现有的有轨电车改为轻轨，后面因为我国北京、天津地铁建设成功，让长春改变了想法。现在在国外看来是准地铁的长春3号线还是保留了轻轨的名字，但在这之后，国内开始逐渐将半独立路权、车型小、边组小的独立路权线路采用轻轨的叫法，所以不明真相的群众们才会看到全程高架和部分地面段的轨道交通就称为轻轨了。单轨是很容易和轻轨混为一谈的轨道交通制式，比如说重庆单轨，虽然 CRT 一直努力科普这是单轨不是轻轨，但老百姓仍不闻其声，直呼轻轨。这一习惯衍生至各关于重庆单轨的视频里，依然会引起很多重庆人的反驳。单轨特点是使用的轨道只有一条，而非传统的2条平衡路轨。最早的单轨诞生于1888年，在爱尔兰铺设，由蒸汽机车牵引。单轨分为悬挂式单轨和跨坐式单轨2种。相比一般的铁路，单轨的优势所占空间较小，不影响视线，能有效利用道路中央隔离带，适用于建筑物密度大的狭窄街区。单轨使用橡胶轮胎在混凝土或在钢轨上行走，噪音污染较小。单轨铁路的爬坡能力极强，拐弯半径小，一般正线的最大坡度在60%，最小曲线半径在100米，适用于复杂地形。国内建成使用了单轨制式的城市有重庆和芜湖。地铁根据国标是城市内各种地下和地上路权专有、高密度、高运量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台湾地区地铁称为捷运，在城区内因为建筑密集，因此大多数规划在地下，得名地铁。之前视频里有提到，在中文语境里，地铁还可以称之为区别于国铁干线的地方铁路。此类地铁与国铁一样为重型铁路，与国铁采用同类机车和车辆，但投资建设和运营归地方所有。此类地铁呢，不属于城市轨道交通。在建造标准方面，将每小时单向运力1万至3万人次的运输系统定义为中运量系统。在申请门槛上，申报建设地铁的城市，一般公共财政预算一般在300亿元以上，地区生产总值3000亿元以上，城市常住人口为300万人以上。申报建设轻轨的城市，一般公共财政预算在150亿元以上，地区生产总值1500亿元以上，市区常住人口150万人以上。车型类别上，我国分为地铁 A、B、L 型、地铁 C 型和适于 D 型车。其中上海地铁5、6、8号线虽然使用的是轻轨 C 型车，但是运量远超轻轨，所以算是地铁制式的线路。定义标准多重，为避免混淆，拥有多种轨道交通的城市，因此直接叫城市名加轨道交通了。大陆地铁、轻轨等主要区别方式还是看运量大小，与地上地下高架无关。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轻轨是大陆地区的现代有轨电车制式。感谢您乘坐本趟列车，努力讲以我为准的轨道交通故事。我们下趟旅途再见。